最近只要一看手机 ，AI 几乎成了关键词。它带来了技术突破，也变成了很多人被解雇的理由之一。亚马逊在10月底宣布了一共裁掉14000人。Chegg 是一家做线上教育服务的平台，也裁掉了快一半的员工。还有 Meta、微软、LinkedIn 等等也陆续缩减岗位。还有全球巨头的咨询公司 Accenture 也裁掉了超过11000的人。连这种靠 AI 吃饭的公司都开始缩减人力，因此也说明了技术红利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受益，反而是很多岗位都被替代掉了。当这波裁员开始影响到了每个人，才有人意识到真正让生活陷入被动，并不是技术变化有多快，而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哪天你的收入突然停止，你的生活还能撑多久呢？这波 AI 裁员并不是突如其来，在过去这1年来，生成式 AI 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很多企业在降本增效的方面上做出了很大调整，大公司也开始重组业务，因此缩减了很多的人力。这一系列的变动都只是一个影子。除了企业收缩，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因为预算上的争议而暂停运作，也让多个机构进入了停摆状态，很多员工都被迫休假或者是暂停发放工资。一些低收入家庭所依赖的食品补助 SNAP， 翻译过来呢就是类似于食品券，也因为预算不够，在11月1号暂停发放，约有4200万美国人将会失去这每月的福利。再加上就业市场本身也在进入一个放缓的阶段，很多公司也不再新增岗位，而是选择了暂停招聘。同时，兼职和临时工的工作时长也在被削减。对于那些想靠多份兼职维持收入的人来说，虽然没有被裁员，可收入呢却在慢慢减少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疑惑，小陈怎么突然讲起了关于经济内容？其实呢，我也不是要做什么分析，这些内容呢，你都能在网上找到。只是当我看到 AI 裁员、政府关门、经济缓慢这些事情连在一起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未来的变化不会等你准备好才来 ，AI 也不会因为你还没转型就停下来等你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你进了一家看似铁饭碗的公司，也不代表你就拥有了真正稳定的生活。很多人都把工作稳定当作唯一的底气，对于突如其来没有了收入的这件事情上，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和财务上的准备，因为都习惯了每月有工资进账，就能放心大胆的花钱消费。直到有一天，因为这些不可抗的因素丢失了工作，工资也断掉了，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没有准备第二套方案。哪怕存下一笔可以支撑你3个月的生活费也好，但这些问题你都不会思考。只要日常的账单能按时支付，奶茶每天1杯，1个星期点5次外卖，大促活动更是几千块钱投进去。我们人对于财务的安全感是完全依赖于当前的工作，一旦面临裁员或者是经济波动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调整支出，而是恐慌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，一旦失业，再找新的工作会很难。这也说明了他们早已把工作视为唯一的保障，而忽视了对自己财务的反思。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一直处于低位，在2025上半年，个人储蓄率仅在4%到5%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每赚100块钱，平均只留下不到5块。超过一半的家庭连至少$400的应急储蓄都难以掏出来。总而言之，这里的普通家庭呢，仅有$600的应急储蓄能够应付，这也远低于了3到6个月的生活费标准。放眼整个社会呢，大多数人拿到工资的第一反应是要怎么花，而不是该存多少。只要到了节日大促，像是黑五、圣诞节、双11、双12，都要用奖励自己来作为借口。尽管手头没那么宽裕，也能通过先买后付的方式，让消费变成不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节奏。比如，当你手上有点钱，就想着买一瓶$100多的粉底液和眼影盘，大概率你家里已经有很多库存还没用完。那么省下来这100多块钱，可以让你买1周的食材，或者是作为应急资金的一部分。在你网购的时候并不会这么想，因为那一刻的满足感更加重要。直到哪天工作没了，才开始后悔，如果当时能省下那一点不必要的花销，那我今天的压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。
无论经济好坏，人总能找到花钱的理由。很明显，看来消费的速度呢，远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，这才是让人感到财务不稳的原因。你只要认为下个月还会发工资，就没必要担心未来。于是网络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说这款产品性能好，你30岁必须要拥有的几件高端护肤产品，出门旅行要买这个牌子的行李箱，这些观念都在不断的被强化，所以叫你去存钱反而变成了需要解释的行为。你存钱会被说太谨慎、太抠门，不懂享受生活，而消费才是正常的事情。尤其在网络上发一条好物分享和开箱视频这些内容的流量，会比叫你不要去花钱更加的好。我曾经在视频里分享过，花钱变成了一种无感的行为，这使得存钱就会格外困难，因为你不会觉得自己在透支未来，反正工资会到账，下个月再还啦。很多人认为只要有工作和固定的工资，生活就算安全。可工作提供的只是现金流，并不是安全网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工作，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，进入一个铁饭碗的企业里，却很少人告诉我们，再稳定的工作也有不稳定的一天。可能会因为经济变化、企业调整、技术改革，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打断你的收入节奏。工作带来的稳定呢，都是建立在是否有人继续给你发工资的前提上。你可能昨天还在讨论下个月要去哪里旅行，今天就开始计算房租能不能撑完这个季度。在收入稳定的生活里呢，我们容易形成一个固定的节奏，例如每个月要吃几次外卖，每2个星期要做一次美甲，半个月去接个睫毛，慢慢的这些事情就成了基本的支出。当你收入减少的时候呢，这种习惯不会马上消失，你会本能的想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，哪怕心里知道自己该省一点点钱，不该这个星期去做美甲，但是你会想着，反正没关系，我还有点存款。当你真正没钱的时候，才会反过来担忧，我当时如果省下做美甲的钱，说不定我现在能吃一顿好的。美国长期以来的消费结构更偏向于花未来的钱，他们对于刷信用卡和借贷的依赖是非常普遍，靠分期付款买手机，就连医疗费用也需要靠贷款来支付。约有3100万美国人在过去1年里为支付医疗费用而借钱，累计金额高达740亿美金。还有上大学、结婚、买房买车都是靠贷款来完成的。这些人呢，并不是不懂理财，而是社会结构就是鼓励你去花未来的钱，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负债。这也是我当时读大学的情况，好在后来工作呢，就赶快还掉它了。那相比之下呢，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保持在40%以上，他们平均会把收入的1/3存起来。中国人习惯给未来留余地，哪怕是收入不高，起码存款里有一点钱会让人心安。而美国人更多是只要当下过得舒服和快乐就行了。那从这些数字里面呢，你就能发现，稳定只是表象，收入能带来安全感，没错。可只有当你在没有收入的日子里，依然有能力去维持基本生活，安全感才是真的。以前会觉得存钱太老派，省钱太抠门，放到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，这是让你有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底气。有些人明知道手上没多少钱，还非得要买一堆，更不会承认自己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。如果你意识到了生活随时可能会变动，你就会更在意手上存款有多少，少买一点也能让你在未来心安一点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看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也让更多人看到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纯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